齐天大圣！啊！我的眼睛！陈爷，你把那张孙悟空皮影找着没？别的可以不要，那张千万不能丢。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妈，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？1分钟一个电话。这么多皮影不要，偏要这张猴子。哎，我去，怎么掉井里了？这要是拿不回去，我妈得把我大卸8块。这是旧戏班的镇营井，井底压着不干净的东西，谁都不许下井。都多少年了，哪还有什么脏东西？再说，我就下去捡个东西，应该没事。这井底咋还有锁链？还好，没摔坏。什么东西在响？不会真有脏东西吧？齐天大圣！小子，你能寻到这儿，便是有缘。俺老孙借你一双火眼金睛，往后你眼睛扫过的是宝是废，值多少钱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啊！我的眼睛！我竟然真的觉醒了火眼金睛！大圣说能看出宝贝值多少钱，这眼睛要真这么神，那我不就发了？得找个东西试试。收废品喽，破铜烂铁都能换钱。来得正好。清代青花笔试，市场估值2万至3万元。2、3万，就这破碗，老子在城里干1年都攒不下这么多。老板，这破碗加这3枚铜钱，20块卖不卖？嘿，还真有人花钱买破烂，拿走拿走，省得占地方。陈爷，城里混不下去，回来捡破烂了，是不是破烂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这是小野，拿过来给三叔我瞅瞅。清代青花笔简，胎质细，笔号对，品相还这么全，少说值2万。2万？等等，这碗我不卖了，你还给我20块，钱货两清。这买卖公平合法，现在反悔，晚了。火眼标的价是真的，20块变2万，这不比上班爽多了？哎呦，我真是瞎了眼，2万的宝贝怎么20块就让我给卖了呢？三叔，那这几个呢？这是老钱，字口清楚，秀色自然，不是做旧的。3枚加起来，少说值好几千。小兄弟，我再给你3000，不5000，你把这碗和铜钱都还给我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刚才你拿它们当垃圾，现在知道值钱了。买卖成交，晚了。老头，再闹，我可报警了。小野，村里没人吃得下这种货，想卖好价，得去县城古玩街。走，今天就把它换成钱。满街古董，火眼金睛要真能认宝，我以后还上什么班？赵老板，我们这儿新收了个笔械，您帮忙给看看，出个价。底款后刻，釉色也不对，顶多500。500？我三叔刚说少说2万。他懂市场吗？这东西除了我，没人收。胎质细密，底靠没有新刻痕迹。你是看这小子年轻，故意压价？老子不卖你了，我就不信找不到收着笔箱的人。等等，我再加500，1000。1000就想捡我陈野的漏，做梦！1万，不能再多了。小野，1万不少了，要不我们卖了？三叔别急，继续走，低于2万我是不会卖的。2万，现在就转账。刚才还只肯出500，现在抢到2万，这行谁先露馅谁挨宰。2万太低了，2万太低了。5万，这支笔抓我要了。原来是天宝拍卖行的苏清雪苏老板，只看一眼就出5万，就不怕买到赝品？真伪不靠嘴说，鉴定师验过才知道。
胎质细，青花发色沉稳，底好磨损一致，没有后刻。这是清代青花笔坛，保存完整，5万不高。天宝拍卖行5万现金，赵老板还要加价吗？天宝拍卖行向来财大气粗，跟他竞价我占不到好处，还不如卖他一个人情。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笔苏我就不叫价了。5万，马上转账，卖不卖？成交。银行卡到账5万元。我去，20块的破碗真卖了5万，这在城里干1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啊！年轻人就是运气好，下次可就未必了。运气也是本事的一种，至少这回500块没让你捡漏拿走这笔剑。你，对了，苏经理，那这个你收不收？你还有东西？还有几枚铜钱，苏经理也帮我看看。这枚品相最好，4800，另2颗4200、3800。3枚就1万多。我给你13000，这铜钱我一起收了。苏老板大气，成交。银行卡到账18800元。花20块买的破烂，转眼竟然翻了这么多倍，这才几件破烂，外面不知还藏着多少宝贝呢。以后再找到真东西先联系我，只要货好，价格不亏待你。有了这双火眼金睛，成为亿万富翁不是梦啊！苏经理，荣辉地产的秦董今晚来参加私人鉴宝宴，最近几家拍卖行都在抢他手里的年度委托，他只看压轴产品，东西不够分量，合作就会交给别人。这些瓷器字画都保真，但不够稀有，压不住今晚的场。时间太紧了，从分行调货也来不及。万一被盛华拍卖行抢走，我们至少损失几百万佣金。那个陈野，20块能从废品车里挑出2件真货，怕不是巧合。一次捡宝而已，可能只是运气。是不是运气？试过才知道。 6万多，你小子一天挣了别人几年攒不下的钱。别上头，古玩这行，今天能捡漏，明天就能打眼。三叔，别人可能会打眼，但我这双眼不可能。苏经理这时候打来，难道是货出什么问题了？苏经理，有什么事吗？今晚有场私人鉴宝宴，我急需一件能镇住全场的压轴藏品，你有吗？ 压轴藏品那得值多少钱？价格不是第一位，只要够稀有、够亮眼，多少钱都能谈。包在我身上，苏经理，等我消息。好，晚上6点前必须送到，别拿普通货糊弄我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大客户来了，三叔，附近哪儿旧东西最多？镇东头有家老当铺刚倒闭，仓库正清货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！ 看上什么自己挑。今天清仓，给钱就拿走。老板，开了几十年的当铺，怎么说关就关？现在谁还来当旧东西？房租都快交不起了，只能全当垃圾扔了。民国铜样盒估值3000元，老银簪2只估值5000元，清末木提漆盒估值8000元。一进门就是1万多，这哪是仓库，是钱堆啊！小伙子，你刚拿的那些。 连箱子给我800吧，500不能再多了，这些都是没人要的杂物，你留着也是当垃圾扔。600不能再少了，成交。这东西的价值对于苏清雪来说也太低了，难道就没有什么稀世珍宝让我捡一捡吗？这是什么？金光比前面几件加起来还亮。老板，这黑疙瘩也是乡里的，压箱石，多少年没人动了，买了箱子，它就是你的。 看着像树脂混石粉浇的，能有啥用？拿回去当正本也行。看不透，但是强光这么明显，价值肯定不低。先发给苏经理看看。小野，你连是啥都不知道，就敢拍照给苏经理看？他要的是压轴藏品，越看不懂，越可能是大货。这箱子烂成这样，留着占地方。小张。 批了当柴，东西给人家换个袋子装。得嘞，别批，这箱子我买了，
苏经理，外面像现代树枝，看不出特别。这道纹不对，不像浇出来的。破口里，放大这里，可能是反光，也可能是里面的料，隔着照片说不准。得亲眼看才行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备车，我亲自过去。陈野，你快接电话呀！这东西千万别动。一个破石头，至于这么紧张？这东西现在归我了，砸坏了你赔吗？不就是压箱底的黑疙瘩，白送都没人要。陈野，你真看出什么了？外面看不出来，我再仔细瞧瞧。外层材质现代树脂石粉混合物，内部藏品受遮挡，名称、年代、价值暂时无法识别。连火眼金睛都报不出价，可这光比那只5万的笔烧亮几十倍，难道要砸开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？你看见什么了？三叔，这黑壳是后来包上去的，里面应该还有一件完整东西。还真有雕工，兴许是谁做的仿古摆件，外面包层树脂防摔，是不是摆件？打开才知道。要是真是好东西，后续三叔天天带你找货。三叔，天天找太费事儿了，以后收新货跑当铺，总得有个正经名头，开一家古玩旧物回收店。别人嫌占地方的老东西，我按价收回来，里面真有宝，也没人怀疑来路。傻小子，店面、人工、收货本钱哪样不要钱？昨天赚6万多，今天这几件再卖出去，启动钱不就有了？先别飘，这东西没鉴定，都是未知数。只要这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再也不回城里给人当牛做马了。陈野，你这次真帮了我大忙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了。其实你以身相许也不是不可以。想什么呢？人家是拍卖行经理，急的是宝贝，不是我这个穷打工的。你一个人傻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这次要真赚了，咱们离开店又进一步。走吧，先把东西带出去，赚钱要紧。陈野，苏经理，我正要砸开给你送过去呢，你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没接，东西没砸开吧？刚才太吵没听见，东西都在呢，还没砸呢。民国童养盒3000，2只老银参5000，木胎漆盒8000。这些破玩意儿能值1万多？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根本不足以作为宝贝压轴出场。这都算不值钱，那什么才算值钱的东西？真想跟你们这些有钱人拼了！陈野，这些东西1万6，我全部收下。快给我看下你照片里那件东西。这么小，重量却接近4公斤，不像普通树脂白碱。破口处看看，外层是树脂石粉，里面露出的绿色石质细腻，没有气泡，只露这么一点。材质能看出不是普通石块，但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有没有雕工，看来得扫描了才知道。完了完了，这东西不会真有宝吧？亏死了！早知道找人鉴定一下再卖了，这下亏到姥姥钱了。现在谁都不能开壳，处理不当，里面真有藏品也会被毁。送回天宝拍卖行做扫描、检测和专业清理。那个苏老板，你准备多少钱收我这个东西？我现在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不会乱报价的。那我凭什么把东西交给你？我跟你签委托鉴定协议，所有权还是你的。运输、检测由拍卖行承担，全程录像。鉴定结束，你可以卖给我，也可以自己送拍。但如果其中真的有宝贝，你得在我的拍卖行进行展出。展出而已，只要所有权在我手里，不管里面是什么东西，钱最后还是我的。小野，流程没问题，可以签。走吧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我也想看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先检测外层材质，再扫描内部结构，快的话半小时出结果。陈野，我听说你在城里混得一塌糊涂，灰溜溜请年假逃回乡下了，怎么走投无路，跑来拍卖行想托关系求我赏你一口饭吃？周鹏，
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你这点格局和体量还不配让我求人。我今日来是送重宝鉴定的，你在我店里也就干点打杂跑腿的活，现在居然敢大摇大摆来拍卖行送件藏品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在你店里是踏实做事，不是无能无用。你眼界狭隘，固步自封，看不懂真东西，不代表我没本事。是赝品是重宝，等鉴定报告落地，自有分晓。就这破烂方块，一眼假的地摊货，无非就是树脂混合石粉，外层刷层黑漆做旧，街头地摊80块随便挑一大把，你还当成宝贝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藏品外层主要成分为天网质、石粉及现代工业化学颜料，表层人工做旧痕迹明显，确为现代工艺仿造外壳。什么？听到了吗？清清楚楚的现代树脂只工艺品，铁证如山。就这种地摊假货，你也敢拿来拍卖行丢人现眼？报告只检测了外层，并未扫描内部核心。外壳是现代仿品，不代表堆里没有宝贝。哼，屎里面还能开出金镶玉不成？陈野，你为了面子，真是谎话连篇，异想天开。这件藏品重量密度异常，裂口抹入的绿色石质与外层树脂材质完全相悖。目前仅能证实外壳为现代材料，无法判定内部是什么。周鹏，听到了吗？行，你既然死鸭子嘴硬，说里面有宝贝，那我们就当众开壳验真假。当众开验，没问题。我现在立刻召集业内所有同行到场围观，全程公开鉴定，当众见证。今日谁要是看走了眼，就当众跪下，给对方磕头道歉。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那不是以前给周老板跑腿的陈野吗？外层都验出现代树脂了，还鉴定什么？结果还没出来，大家别把话说得太满。陈野在店里活是干得最好的。林晓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等我回去看我不辞退的。各位看清楚，现代树脂、石粉、化学颜料、机器打磨、人工做旧，陈野却非说里面藏着压轴重宝，这不是拿天宝拍卖台当笑话吗？就是还有开吗？小野，你真有把握这里面有东西吗？昨天那支笔洗，别人都说是破烂，最后不还是卖了5万？三叔，相信我，这里面绝对有宝贝，只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。可这次真开坏了，里面的东西也保不住。东西是你的，开不开，你自己定。开，但是既然要开，就别只动嘴。周鹏，咱们赌点实际的，双方各押10万，如何？怎么，怕了？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说里面没有宝贝吗？赌就赌，赌约写清楚，我就怕你输了赖账。谁赖账谁是孙子。我再提醒一次，玻璃外壳可能损伤内部物件，签了字，后果自负。5万，我赌了。好，老子这就让你把刚赚的钱全给我吐出来。按赌约，先公布现阶段的检测结果。外层为树养树脂、石粉和现代化学颜料，成型不超过30年。陈野，听清楚了吧？现代树脂、现代颜料，我赢定了。继续开，外壳没有明显开启位置，强行切割很可能伤到内部。底部右侧3厘米有一道接缝，从这儿下刀，只剥外层，不碰里面。一个打杂的竟然敢教专业修复师做事，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。我说错了，损失我承担，东西是我的，风险也是我的。周老板，全程录像着的，修复师只按陈野指定位置操作，损伤由物主自负。还真让他找到缝了。树脂留条缝有什么稀奇？里面照样是块烂石头。接缝确实是后期封合，内部还有一层独立包裹。10万块，压轴大单，能不能翻身，全看里面这一件了。陈野，现在后悔，不然一会儿你就只能叫我一声爸爸了。这句话你先留着，等会儿别叫不出来。哈哈哈哈！看见没？就是块染色石头。陈野，别撑了，这局你输定了。里面怎么还是灰的？还没到底。继续，再往里，风险更高。按接缝走，不会碰到里面的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这么急，
难道不是怕里面真有东西，自己输了没脸面？我是怕你输不起。还是石头，根本没东西。陈野，你还是赶紧借钱把10万转给我，毕竟我的日常可是你的一辈子。赌约还没结束，内部主体尚未完整显露，按协议必须清理到能判断材质为止。就差最后一点，这绝不可能只是一块破石头。这颜色也不亮，8成是染的。染色玻璃都比这好看，陈野，认输吧。把表面黑垢擦掉，用软布从左上角开始。等等，这光泽不对。一块染色石头能有什么不对？陈野，这里面真有东西。等等，还没漏完。黑龙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竟然是这么大一块绿翡翠，还是整雕的。刚才外面还是个黑疙瘩，这变得也太快了。绿不代表值钱，染色石头也能做出这效果。刚才说里面是烂石头的是你，现在说染色的还是你。我看你的嘴比这树枝壳还硬。先别碰。龙拧和印台没有拼接痕迹，整料一体雕成，天然翡翠，高冰种，颜色接近帝王绿，内部无杂质，磨损自然。这是一方清代早期的私人宝玺，整块高冰帝王绿，小野，这得值多少？说半天不还是不能确定，私人宝玺又不是御用，没准是哪个富户仿着玩的。鉴定要靠证据，不是靠嗓门。周老板，你的话没一句在点子上。从雕工、磨损和印纹字体来看，这宝玺的主人地位不低。虽然不是玉玺，但绝对是王公贵族的私藏，可以正常交易，价值极高。不是皇帝用的都值这么多，那真玉玺得贵成什么样？您给个准话，保守能值多少？光是这料子，这块头，少说也值个300万。300多万！听说陈野才花600块买下整箱东西，600块变300万，老子的店有了。估价300万又怎样？古玩有价无市，卖不出去就是个摆设。周老板这是准备从赌有没有宝贝，改赌有没有人买了？你让全场评评理，几百万现金，谁会为一个私人印章当场掏出来？500万，这方宝玺我要了。天啊，秦董！这可是江城最有实力的民间收藏家，听说他出手从没低于过7位数。陈先生，500万当场付款，出不出手？500万比估价高出整整200万。按之前的单件委托协议，东西所有权是你的，你可以卖，也可以选择送拍。要是送去拍卖，能值多少？宣传、预展、竞拍都要时间，还得付佣金，价格可能更高，也可能没人举牌。考虑好了吗？我很少在楼下等这么久。小野，价格贺到，拿现钱最稳。开了店，咱们有的是机会找下一件。送拍能不能更高还两说。500万当场到账，还能留住秦董这个大客户，值了。秦董，晚辈陈野，500万成交。痛快。苏经理，你们这个合作点有点意思。银行卡以前周鹏扣我500万工资我都得忍，现在我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了。陈先生，下次有真正的好东西，记得先给我打电话。秦董爽快，以后有好货一定先紧着您。苏经理，宝玺交易完成了，可陈先生和周老板的对赌还没结算。外壳检测是现代树脂，这场赌不能算我输。里面有什么，那是后来才知道的。责任书写的清清楚楚，赌的是里面有没有天然玉石雕件和收藏价值。天然翡翠，清代宝玺，估价300万，还卖了500万。你准备赖哪一条？谁知道是不是后来塞进去的？现代外壳完整包裹起到了保护作用，也证明了没有2次开盒的痕迹。按赌约，周老板败了。天宝只按签字条款办事，周老板愿赌服输。你要转给陈野10万块，银行卡到账10万元。500万是卖宝的钱，这10万是你把话说太满的代价。对不起，是我判断失误，陈野赢了。声音怎么这么小？你爸爸我都听不见。你别得寸进尺！
赌约只要求公开道歉，周老板愿赌服输。陈烨，你给我等着！500万只够我翻一次身，若是想以后都不求人，我得有自己的生意。三叔，我们开一家自己的古玩旧物回收店吧。调进井里才2、3天，我就从穷打工的变成百万富翁了。这大圣给的火眼金睛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差点忘了，妈还等着我把皮影送回去。小野，皮影找到没有？你都在外面野几天了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这2天跟三叔在县城跑了趟旧货，明天就送回去。跑旧货？你是不是又碰古玩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没有，就帮三叔搬东西，我啥也不懂，就出力气。你答应过我，在古玩店只能打杂，绝不能学长眼。你学什么都行，就是不能走你爸那条路。知道了，妈。不就是古玩吗？妈怎么每次提起都这么紧张，跟被踩了尾巴似的？你妈又骂你了？我妈从小不让我碰古玩。三叔，我爸以前到底做过什么？先回吧，晚上去我家吃饭，回去再说。多吃点儿，这几天累坏了吧？三叔，前面几件货没你带路，我连古玩街的门都摸不到。这10万是分红，你收下。我是你叔，帮你还要什么钱？收回去。亲情是亲情，生意是生意，这钱是你该拿的，你不收我后面的话没法说。收下吧，侄儿给的，又不是外人。我还想开家古玩旧物回收店，钱我出，三叔凭经验、人脉、渠道占1成干股。你自己有500万，什么样的行家找不到，何必找我？我能看出东西好不好，可行情、规矩、收货门路我都不如你。不是拉你帮忙，是请你当股东，店是咱俩的。小野，你有这份心，三叔就陪你干到底。那就说定了。先别高兴，你妈从小连古玩2个字都不让你提，明天回去我看你怎么交代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你小时候拿枚破铜钱回家，她追了你2条街，忘了？三叔，我妈为什么这么怕我碰古玩？我爸他以前到底干什么的？你爸当年其实什么？你妈不让说，自有她的道理。吃饭。三婶，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。吃饭。菜都凉了。三婶儿，我妈什么都不缺，真不用。钱是钱，我惦记你妈是我的心意，带回去。三婶，我记住了，以后你们和我妈都不会再过苦日子。少说大话，先想想怎么跟你妈解释开店的事儿。妈，皮影带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又打我？你爸亲手刻的皮影，我闭着眼都认得。这线条，这刀工，你拿张新货糊弄谁？原来的呢？颜色怎么会褪成这样？可能在井里沾了水。你下井了？皮影掉下去，我总不能不捡吧？我不是说过那口井不能下吗？井早干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妈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最近有没有看见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？能看见什么？就一口枯井，什么都没有。以后不许再靠近那口井，也不许碰古玩。妈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难道我爸以前跟古玩有关？你爸的事不许再提。妈，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个正事儿，我想在县城盘个店，跟三叔一起收旧货。不行，别走你爸的老路。可我连他走过什么路都不知道。钱我备好了，三叔也答应了。我就是想自己做点事儿。算了，你非要做，妈拦不住。但不该碰的东西，千万别碰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他终究还是走上这条路了。妈，我先回县城，
等店定下来再接你过去看看。真打算开旧物店？钱、合伙人、销路都齐了，这门生意我想踏踏实实做起来。到了给我打电话，还有别忘了相亲。妈，我是去开店赚大钱，不是去找媳妇儿的。店要开，媳妇儿也得找，两不耽误。妈和三叔都瞒着我，眼下先把店开起来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早晚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店面三叔在看，长眼有他，看货有我，可账目库存登记总得有个细心人管着，这些杂事我自己可搞不定。林晓在周鹏那儿当账房，心细又坐得住，是我要找的。喂，林晓。陈野，周鹏把我辞退了，我现在没地方去，我能去找你吗？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这里正缺人，我给你地址，我们见面聊。老野，你妈没拿鸡毛掸子把你留下？差一点。铺子呢？前面这家离古玩街最近，就是房东不好说话，租金咬得死。前面接客，后面放货，半年租金18万，少一分不谈。空了快1年了，18万太高了。哼，嫌高别租，我这铺子不缺人问。16万，半年一付，我现在就转账。但是你这些旧货架和墙角的保险柜值不了几个钱，就给我留下吧。成交。16万说花就花，你小子真不一样了。三叔，店是咱们自己的，花的值。地方不错，可光咱俩，我跑货源，你看货，账谁来管？2人不够。三叔，你说到点子上了，这管账的我还真有个信得过又细心的。三叔，你抬头看。我叫林晓，会基础账目、库存登记和客户资料，经验不算多，但我愿意学。试用期1个月，工资不比周鹏那边低，账目、库存、店务都交给你。行，陈老板，以后多关照。这称呼听着还真不习惯，以后叫的人多了，你就习惯了。11点了，房租、装修在保险柜20多万砸下去，照这样等，连第一笔进周都没有。开业头1天，说点吉利的。我是管账的，我只说实话。以前兜里没子儿，觉得有了500万就能横着走，真自己当了老板才懂，银子能买下门脸，可请不来活菩萨。要不我去乡下挨家挨户问问？可以，但咱们不能永远靠熟人。第一单最重要，只要有人进门，我就把这招牌立住。人是凑齐了，招牌也亮了，可这第一件货到底从哪儿来？开业第1天就让客人看你们3个发呆。苏经理啊，我还以为你是来卖东西的。我手里的东西你现在还收不起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上次那份只针对龙牛宝系，这次是长期合作协议。你店里收到的宝贝，天宝负责帮你鉴定、客户对接和送拍。咱们收货，天宝找买家？对，你们解决货源，我们解决销路。天宝为什么愿意跟一家1个客人都没有的小店合作？你的眼力我已经见识过了，天宝不喜欢错过潜力股。牌子只能让人进来，能不能留下，还要看你们自己。苏经理，留步。今天多亏这块牌子给我们长脸，晚上我请客吃火锅，一起。也好，走吧，正好有点饿了。丫头，好好的，你怎么说辞就辞了？三叔，账目出问题他不查，只会让不会拍马屁的人背锅。这种老板不跟也罢。对，咱们这儿绝不搞那一套。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天宝能解决好货怎么卖，可没有稳定客流，咱们店里还是收不到货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大货靠渠道，小货靠口碑。你想把口碑立起来，有人却不想让你开起来。你以为今天没人来只是巧合吗？苏经理说的，不会是天宝的死对手盛华拍卖行吧？秦董的民间征集项目原本内定由盛华示办，龙某宝喜出现后，秦董把合作交给了天宝。盛华负责这件事的人叫韩东海，他做事手段很脏。所以我不止帮天宝拿下1个客户，还动了他的长期货源。不是想靠收获立足吗？那我就让他
连第一件像样的货都收不到。昨天没客人，今天挂着天宝的牌子，肯定不一样。但愿吧，房租、装修、工资每天都在烧钱。今天只要把第一单做好，口碑就算有了起点。人家连咱们具体收什么都不知道，光有块牌子没用。所以第一单不只是收东西，还得让人看见咱们怎么做生意。口碑是做出来的。这里是天宝拍卖行的征集点吗？牌子是真的，老人家，你有旧东西想看看吗？不管成不成，进来喝杯茶。家里一把旧壶，放灶台边几十年了，又黑又旧。最近老伴儿等着买药，我才想拿出来换点钱。分量不轻，就是黑的太厉害，都包浆了。我先看看。清末老银壶残花，银胎厚重，估值12000元。12000，开业第一件货就让我碰上真东西，这运气旺得压不住啊！陈老板，给句实话，这东西能不能卖？能卖多少？能卖，东西是正经老货，能卖就行，能卖就行。200块行吗？我问过收废品的，这种黑不溜秋的要按斤称，只要200，坑一个给老伴买药的人，还算人吗？是不是200也不值？老人家，这把壶不是破烂，而是宝贝。真的是宝贝？这不是白铜，是老银胎，花也不是机器压的，是手工赞的。这壶有年头了。这黑壶真是银的？不只是银，是老银壶，有赞花工艺，所以200块我不能收。200不行，150也成。我就是想换点药钱。您误会了，我是说200太少。老人家，我出8000。8000？小野，刚开店，第一单就给这么高，咱还得交房租呢。这壶正常市场价12000，扣掉鉴定渠道和咱的利润，8000是他该有的收购价。我什么都不懂，你少给点也成，别亏了你自己。正因为您不懂，我才更不能拿200块骗走，这是我开店的规矩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卖东西只见过往死里压价的，还没见过怕我吃亏的。卖，我信你。转账8000元。陈老板，附近不少人家里都有老东西，我回去就让他们都来你这儿。你让大家先别急着卖，拿来我看看，不管成不成，茶水管够。你这店能做长久？开业第一单，支出8000，1分没赚，倒贴。听着不像开张，像做慈善。东西是真的，卖出去就有利润。更重要的是，第一单不能砸在人品上，钱能慢慢赚，名声坏了就完了。听隔壁老人说，你们这儿看东西不骗人。我这套老茶杯放柜子里20年了，帮我瞧瞧。民国粉彩茶杯一套，原配共6只，现存5真1后配，整组估值3000元。以前只能看真假和价格，现在连哪只是后配的都能一眼看出来，这眼睛还在变强。确实不是一批货。小野，你这眼睛比放大镜还毒。东西能收，但按5只原配算价，后配的那只您拿回去。行，别人看都不看就压价，你一只只给我讲清楚。就冲这个，以后我有东西全送你店里来。您放心，东西我按实价收，以后常来。陈老板，我这只祖传3代的粉彩瓶，家里急用钱，便宜卖你。现代高仿粉彩瓶，机器贴画，化学做旧，来源记录空白。东西是假的，手机在偷拍，他不是来卖货，是想拍我收假货的事。祖传3代，千真万确。我爷爷传给我爸，我爸传给我，要不是急用钱，打死我也不卖。行，那咱们先把它的来路好好说清楚。陈老板，这瓶子我找人看过，市场上少说值20万，我急用钱，你给10万就行。三叔，先别碰。怎么，陈老板不敢收？看瓶子行，先把本店的规矩办了。姓名、联系方式、藏品来源、真伪承诺，一项都不能少。卖件东西还这么麻烦？你去古玩街问问，哪家店要填这些？你不是说祖传3代吗？来路清清楚楚，签个字怕什么？行，我签，东西绝对绑真。祖传3代，真品，10万，10万，少1分不卖。贴花痕迹明显，釉面化学做旧，底号电脑刻字，假的不能再假了。既然你自己送上门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李晓，把货架后面那部手机拿过来。什么手机？我不知道。从你进门就架在这里偷拍的手机，录得还挺清楚。卖东西还偷偷录像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急什么？咱们先把瓶子说完，再聊你偷拍的事。真正的手绘粉彩，每一笔都有深浅轻重。你这只颜色浮在表面，6朵花一模一样，
是机器贴花的，蚁族用药水泡过做旧，闻一闻，药味还没散干净，还真有股子刺鼻的药味儿。刚才光顾着看器型，差点被糊弄过去。拿假货还说祖传3代，这不是想坑陈老板吗？心也太黑了。我也是着了别人的道，别人卖给我的，我哪知道是高仿？刚才你说的清清楚楚，爷爷传父亲，父亲传我，现在又说是从别人手里买的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拿假货诈骗，加上偷拍，足够你老子做饭了。我说是有人花钱雇我来的。别报警，我说有人给我2000块，让我拿瓶子来试你，只要拍到你花钱收下的视频，再给8000，但从头到尾是电话联系，我真没见过那人。号码写下来，转账记录截图发给我。东西带走，再让我看见拿假货来害人，就不是让你走这么简单了。刚开店就有人下套，这不是碰巧，是盯上咱们了。对方不是想卖假货给我，是想拍个视频毁掉咱们刚立起来的信誉。一旦我被拍到收了假货，那福音湖的事儿也会被人说成是作秀。陈爷，你看这个。近日，盛华拍卖行将于3日后举办珍宝雅集预展，届时将公开展示镇场之宝清代珐琅彩百鸟朝凤瓶，宣传估值2000万元。2000万？韩东海这时候亮出这种级别的货，是给谁看的？刚派人下完套，转头就亮宝贝，这是告诉所有人，咱们收的都是小玩意儿，真正的好东西在盛华手里。走，去天宝拍卖行。盛华今天刚送来的。韩东海请了秦董和江城10几名大藏家，公开鉴赏那只百鸟朝凤瓶。专家鉴定证书已经出了，真谱无疑。韩东海刚设局失败，转头就亮出2000万的重器，萧炎，这摆明了是鸿门宴。他说什么不重要，东西真假才重要。照片看不出真假，我得亲眼见到实物。这场预展是韩东海的主场，你去了，等于把自己送到他枪口下。判断对了，盛华声名扫地；判断错了，丢的不只是我的名声，还有天宝刚拿到的合作项目。你知道还去？他越不想让我看，我越要看看这2000万到底是什么。是骡子是马，得拉出来溜溜。萧爷，咱们刚开店，稳妥点儿。三叔，如果我不去看，不说话，就会一直受人欺负。发色艳丽，器型完整，难得一见的精品。盛华这次下了血本，这种级别的东西，几年出不了一件。哟，这不是陈老板吗？我还以为你只会在垃圾棚里刨食呢，怎么也来这种高端场合了？好东西不分在哪儿，废品堆里能有宝，拍卖行里也可能有假。眼力到了，自然就敢来。东西还没看就先泼脏水，陈老板的嘴比你的店里的东西硬多了。东海既是公开鉴赏，那便让他看。明代珐琅彩瓶，价值2000元，瓶腰处2次结合，上半截现代化学材料，下半截明代残器。看了半天，陈老板看出什么门道了？也跟我们这儿分享分享。这珐琅彩瓶是结拼出来的。陈爷，你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连这种鬼话都敢说？这可是盛华专家组会诊过的藏品，这胎质、釉色、款制，全都是明代中期的典型特征。我从业30年，绝不会看走眼。6位专家的联合鉴定，你一个开了3天店的野路子，凭什么说它是假货？我没说整纸是假的，我说的是拼接，上下不是一件东西。这一圈釉色比上下都亮，自然光下不明显，但放大看反光层不同。还有这里，缠枝纹从左侧延伸到右侧，纹饰衔接有0.几毫米的错位。在场这么多老藏家都看不出，就你一个人看出来了。你是比所有人的眼睛都厉害？既然判断不同，就做专项检测。如果是真品，不怕多验一次。盛华的藏品，凭什么听你们天宝的安排？东海，既然苏老板都开口了，那就再做一次。我秦正红的每一分钱都只买真东西。看到没有？干干净净，哪来的拼接？继续往下照，还没到平腰。这是紫外光下，现代坚传剂会产生蓝色荧光，
这蓝色荧光都能绕瓶身1圈了，还说不是简单？是假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上下胎体确实不是同一批材料，存在明显差异。胎体不同，也只能证明修复过。骨刺修复是正常操作，普通修复是补裂口，不是把2个不同年代的瓶子用胶水拼成一个。上半截明显是现代高仿，下半截胎厚质粗，符合明代工艺。2个不同时代的东西，用现代工业胶站在一起，这不是修复，是造假。盛华给一个拼接货交价2000万，这下脸丢大了。镇场之宝是拼的，那其他东西呢？韩东海，秦董，这货是底下人收错的，我真不知道，我被他们蒙了。出了问题就推给下面的人，没问题的时候，鉴定证书上可是盖着盛华的章。苏清雪，你少落井下石，这肯定是你们设的圈套。是你自己把一件拼接货举到2000万的高度，在场的人有目共睹，没人逼你。我秦家向来注重诚信，拿假货糊弄，你根本不配拿我的委托。秦董，您再给盛华一次机会吧，我保证重新审查所有藏品。连自家镇场产品都查不清楚，盛华负责的民间征集试点到此为止。陈野，你的眼力我今天又见识了一次。民间征集的项目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办一场公开征集会，我亲自来看。多谢秦董。去，把能联系的收货商全部找来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不想看到陈野的征集会有1个人去。征集会定在5天后，天宝提供会场、专家团队和客户资源，你们负责民间货源和前期登记。所有送件人必须实名登记，来源不明的东西不收。规矩是好，可普通乡亲未必说得清年代。年代说不清没关系，东西从谁家来，怎么到手的，必须说清楚。波银锁针价值5000元，现代仿玉甲价值20元，老木合针铜锁后配价值3500元。银锁能收，仿玉直接退，木盒有年头，铜锁是后来换上去的，分开算价。对，判断的都对。目前确认预约42位送件人，8名职业收货商，剩下10几户是普通卖家。这数量第一场够用了。别只看数字，预约不等于到场。韩东海今天栽了这么大的跟头，不会善罢甘休。王老板，您之前预约的3箱旧瓷，5天后准时到是吧？那个陈老板，东西已经被别人收走了，我就不去了。李老板，您那批老铜器……哎，不去了，别再打电话了。我问了好几个老实人，都支支吾吾，有人透了底，盛华提前给了定金，货送到他们那里，不管真假都有保动价。韩东海狗急跳墙，开始拿钱结货了。一上午取消了17个预约，马上就要到时间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有大货，征集会再热闹，也总归撑不起场面。先别慌，韩东海能买断职业贩子，却买不断所有普通人。可现在这情况，征集会当天能到场的可能连10个人都没有。10个人也是人，只要还有人愿意来，这场会我就会办到底。陈老板，外面都在传你8000收秦壶，转手卖了几10万，你这店是真黑啊！这是银壶的鉴定报告，市场估价12000。这是交易记录，银壶目前还在店里，没有对外出售。文件也可能是提前准备的。是不是提前准备的？我这个老头子最清楚。当时我只要200，陈老板主动告诉我这是银的，给我8000。你们谁见过这样的骗子？可人家毕竟也赚了。人家开店当然要赚钱，但该告诉我的全告诉我了，该给的没少给我1分。天把拍卖行可以为这份鉴定结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银壶市场估值12000，收购价8000，利润空间完全合理。陈老板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听风就是雨。做生意有疑问可以当面问，说清楚了还是主顾。征集会那天，我第一个来，我没东西卖了，
但我带人来。陈老板，我那2件东西也照常送。韩东海接货不成，转头就坏你名声，说明他急了。他不怕我收东西，他怕我的名声比他的钱好使。还不能大意。盛华又发公告了，征集会同期，盛华将举办现场收宝大会，地点距离天宝会场仅1街之隔，承诺价格高于市场均价1成。他这是准备赔钱也要把货抢光。他是想让咱们的会场一个人都不剩。要不咱们也加价，硬碰硬拼一把。咱们账上的流动资金根本打不起价格战。我们不跟，靠赔钱抢来的货，今天冲着高价来，明天就能被更高的价抢走。找物主，你们怎么不早说？你又不懂古玩。我是不懂值多少钱，可我知道谁家有老东西。东头赵家要腾老宅，后院堆着2口老箱子，刘家闺女要接老人进城，陪嫁柜里的老物件正愁没人看。三婶，你才是韩东海拿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渠道。三婶儿，联系方式您有吗？我现在就登记。这些东西放了几10年了，也不知道值不值钱。民国青花茶杯1组3支，1支原配，2支后配，价值1万元。赵叔，这1支真正的民国青花，另外2支后来补进去的，胎质釉色都不一样。之前有收货的来看过，说3支全是假的，只肯给200打包拿走。这只真杯我按实际给您3000，那2只后配的您留着当摆设，我不收假货。我再问问附近几家，东西放了几10年了，我得想清楚再出手。刚才又收到消息，又有6家职业卖家取消了预约，现在确认到场的全是赵叔这样的零散卖家。零散卖家也是卖家，一个人带2件，10个人就是20件，够办一场会了。可秦董看的是大货，大货不是天天有，但只要咱们把每一件小东西都看准、看透，把规矩立住，大货的主人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。原本42人，现在能确认到场的只剩11户普通卖家，每一户就带1-2件小东西。苏经理，天宝内部有人提议延期，说这种到场量办了也是给盛华看笑话。延期就等于认输，韩东海正等着咱们怂呢。不能延期。你想清楚，明天要是真没几件东西上台，天宝的面子、你的面子一起砸在这会场。正因为这样才不能退，临时关门就是告诉所有人我们不靠谱。可他们大多只有1-2件普通旧物，只要来路清楚，我们就认认真真看，有1件算1件。照常准备。还剩9户，我给认识的人都打过电话了，明天真来几个不好说。乡亲们不是不信小野，是盛华的人这2天满村窜，见人就说去他们那边价格高，还有人担心公开鉴定后东西被说不值钱，在村里传了几代的宝贝被人当场说成普通旧货，谁受得了？明天不管人家送来啥破烂，谁也不许拉个脸，看不上眼的东西也得客客气气把话说清楚。你替所有人都想好了，可真没人来，谁替你撑场？开店第1天1个客人都没有，我也等过来了。明天只要还有1个人愿意来，我就把他的东西看好。赵叔，盛华今晚派车到他家门口当场加价，把他那2只老木箱收走了。最后3户，刚才也发信来说取消了，1个都没了。陈爷，明天咱真的还办吗？办，9点准时开门。小野，9点了，真1个都不来。昨晚收到的最终确认0，所有预约全部取消。门开着，活动照常办。没有送件人，我们鉴定什么？等。明知道没人预约，为什么不延期？有人不来，是他们被钱买断了。我临时关门，就等于告所有人，陈野遇点困难就撑不住。现实是，你的会场里1个人都没有，所以我在等第1个愿意走进这扇门的人。天宝内部最多再给你半小时。够。好大的场面，好旺的人气。送货的人呢？我怎么1个都没看见？活动还没结束，韩总是来送东西的。陈野，眼力再好，手里没货，也只是个空架子。韩总花那么多钱结货，今天还专程来看我的空会场，说明你比我更在意这场活。还剩不到10分钟，看你这张嘴能硬到什么时候？
苏经理，内部让我们准备结束。还有5分钟。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小野，别愣着！东头赵家、西村戏班、刘家老宅全来了。我昨天挨家挨户通知了一遍。三婶，这些都是你找来的？我只是通知了一声，大家愿意来，是听说你收东西不骗人。都进来，陈老板是个实在人。所有人排队取号，1件1号，来源写清楚。普通器物先到我这儿出筛，拿不准的再往里送。开放全部登记台，加派2个鉴定组。你们宁愿把货送给个刚开店的？你们的人来我家，先把真货说成假货，再压价收。陈老板不一样，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是假的。这么多金银首饰，哼，现代戏服道具也能做成这样？这是刘家老太太的陪嫁箱，嫁妆单还在呢。你说谁是道具？凤冠赤金蕾丝工艺，原配翡翠珠饰，价值800万。凤冠是真的，光这一箱就够压住整个征集会。东西来历能说清楚吗？是我奶奶的陪嫁，嫁妆单、老照片都带来了。来源、照片、物品全部能对应上。韩总，你现在还觉得这里没有大货吗？韩总，这还只是街坊们送来的第一箱。我没本事买断所有货源，我只能让大家知道我这不骗人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眼力能让你找到宝，人品才能让别人主动把宝送到你面前。这一条，韩东海永远学不会。但是，一家小店吃不下这么多货。秦董想把这个项目交给我，我只问你敢不敢接？这不是几件东西，而是12座仓库，数万件旧物。接得住，你就不再是一家小店的小老板。我接。征集会之后3天，收了39件货，成交17件，光这几天的净利润就比开业头1个月全部加起来还高。长街送货那一回，咱们招牌算是真立住了。招牌不是我一个人立的，要不是三婶把10里8乡的人都叫来，秦董也不会把12仓交给我。下什么短子？都来家里，我炖只鸡炒2个菜，花那冤枉钱干什么？三婶儿，今晚必须我请。小时候我妈忙，你和三叔怕我饿着，隔3差5给我送吃的。有一回下大雪，你端着一锅热饺子走了3里路。现在大侄子兜里有大子儿了，还让你们在屋里啃盐菜，那我这钱白挣了。行，就这一次，你挣点钱不容易，别乱花。这盘子比我家锅都大，里面就摆3片肉，这能吃饱？这几道够贵了，你别再加了。今天不算价，只看你和三叔吃没吃饱。小时候你们没让我饿过一顿，现在你们吃多少，我都管够。我现在就操心你，你妈天天念叨，说下次回家最好别再一个人回来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光顾着挣钱。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就算想找，也得人家姑娘乐意才行。苏经理，你现在有对象吗？目前没有，工作太忙了。 12个仓库真有那么难？不就是搬东西吗？不是把货搬进去就行，每件东西都要编号、登记来源、分级。仓单和实物一旦对不上，后面任何一笔交易都可能出问题。我们现在还是小店的账目，真接了12仓，库存、人员、资金全得重新搭。那就正式成立旧物征集公司，注册、招人、建账，一样来。可以，天宝先派3名鉴定师驻场，但第1仓不在本地，是荣辉在林市的一批老商行库存，你明天必须亲自过去。行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仓储、运输、财务都得单独建账，咱们3个人肯定不够，司机、仓管、财务都得招。秦董的项目车已经到了，在外面等着。路上别光顾着看宝贝，饭得按时吃。馒头是早上蒸的，鸡蛋还热着。就凭这几张草稿纸和你的直觉，想吃下我爸12个大库？你在开玩笑？你是谁？负责看这套方案能不能执行的人。荣辉的12仓必须全部数字化，你现在这套流程撑不起12座仓库。这套数字化系统做得不错，但这2箱文物登记用的是同一张照片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，系统每件都有独立编号。第2箱照片右下角有一道裂纹，和第1箱一模一样，连灰尘位置都不差。还有这只怀表，
标签写的是荣辉自有，可表盒里压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顾客寄修。秦小姐，她说的对，这一处是你对，但数万件货你要全靠这种临场发现。看来你们已经认识了，她是我女儿秦可欣，刚从国外回来，学的就是数字化管理。12仓是她回国后第一个项目。第一仓登记在册3762件，600多件没有照片，近300件编号重复，还有一批登记为杂项的东西，连具体品类都没标。乱到这程度，之前没人重新清过。整理过2次，都只是核对数量。我给你们7天，完成第一仓全部清点，重新编号，价值分级。7天做不到，后面11仓交给成熟的仓储公司。7天，3000多件，一件一件看，一天得看500件。按专业团队的标准，至少需要15天。我接7天，第1天开始就算。单子上写的是瓷器，箱子里全是旧首饰。以前搬过几次仓库，东西混了。同一个号码贴了3只箱子，3只箱子里东西完全不同。照这情况，7天连1/3都完不成。你现在还觉得7天够吗？青花缠枝莲瓷价值780万，羊肚白玉价值2300万，紫罗兰翡翠玉价值450万，官窑斗彩瓷价值1200万。先把层级分出来，把精品全部拎清，时间就够。不用一件一件来，先分区，再分级。那箱去年盘点时看过，都是不值钱的杂银饰。清代银流效发簪，整料簪花，鎏金层完好，单件估值8万元，原属成套头面。钻花饰米鎏金层还在，这不是普通银簪，是清代官宦人家才用得起的。清代银鎏金特征明显，单这一件8万上下。我以前干1年也攒不下8万，现在一根簪子就顶我1年的血汗钱。找出一件好货证明不了什么，3000多件库存，靠一件一件淘宝，7天还是不够。这一件当然不够，把2号架、7号箱，还有最里面那只红木盒全部拿出来封存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根簪子不是单件，被拆散的整套头面就藏在这座仓库的不同角落里，一件一件找，大海捞针，按套往回拼，速度就快10倍。按普通、可交易、精品，异常4类分。动手。原计划1天120件，半天613件。民国红木首饰盒，真，内部物品已更换。盒子留下，里面的东西换过。把盒子里的首饰单拿出来，查来源。速度确实上来了，但这只是第1天，后面不能掉速。行，那就继续看。以前当打工仔，只想自己捡漏发财。现在带队伍了，才知道一个人再强也搬不完一座仓库。这些东西来自7个不同的箱子，4个入库批次，要不是按套往回拼，根本发现不了他们是一家的。这张照片是20年前仓库盘点时拍的，照片里这女人戴的头面和桌上这些首饰的纹样高度相似，工艺、鎏金颜色、磨损方向全部一致，绝对是同一套的东西。金银蕾丝头面，现代仿品，价值1500元。这只耳坠是后来混进去的，金丝粗细和其他件不一样，表面磨损是做出来的。焊垫确实是新的，金的成色也不对，后仿的。可照片上这女人戴的头面比桌上这些还多4件，一个仓库一个仓库清，一件都跑不了。把这箱搬下来。这箱登记的是旧戏服和首饰不沾边，入库时间比那批首饰晚了6年，所以以前才没人把它们联系起来。东西被人分开放了，但东西本身不会骗人。还真藏着东西。1、2、3、4，正好4件。发钗位置对应，额饰吻合，花蒂形状一致，全部对上了。这件拿出去。金丝粗细和其他件不一样，类丝的手法也不同。原配是手工拧丝，这件是模具压的。焊垫确实是现代工艺，这一件是后配的。这就是你们从7个箱子里拼出来的。秦董，这套头面单件出售合计不超过60万，重新整套后，保守估值220万，拼到一起，直接多了160万。拆散了就是普通首饰，聚齐了才是一套重器。
怪不得这行能暴富，把散在7个箱子里的破烂凑成一套，价格直接翻了几倍。原计划7天完成3成，现在不到3天，清点和分级进度已经接近6成。这次是你对，我父亲的眼光确实没错，但后面还有11仓，不能只靠你一个人的临场判断，流程和系统必须跟上。流程你定，系统你建，东西我来看。第1仓做成，后面11仓才有资格交给你们。继续，7天做到，我亲自给你们开庆功宴。陈老板，临市有一批老商行库存临时处理，人家只等2个小时，过了2点就转给其他买家。车呢？项目车去接客户了，最快下午才能回来。坐客车赶过去也来不及。那批货多大？整整1仓，钟表、珠宝、老字号上千件。机会都送到门口了，却连出发都得等别人安排。收大宗货，没自己的车就是瘸子。三叔，明天跟我去买车，不等项目车，不等任何人，自己的腿得长在自己身上。这辆空间大，9成新，今天定还优惠2万。看着是挺新，就是价格不轻。做大宗收货，车不是面子，是腿，腿不能瘸。前部发生严重碰撞，保险杠更换，右前纵梁2次调整，安全气囊曾触发并重新封装。这车前脸换过，右纵梁有拉伸矫正痕迹，安全气囊都重新封过，这叫小修小补。二手车有点小修小补很正常。您要是不满意，咱换一辆。拿事故车当精品车卖。无重大事故记录，发动机状态良好。就这辆，全款，今天提车。以前我挤客车回家，行李都得抱怀里，现在总算有一辆真正属于自己的车了。司机1名，仓管2名，工资和保险条款都写清楚了。这个月支出不小，钱花在能挣钱的地方，就不算浪费。第1进度提前了3天，头面又给项目添了100多万价值，这是你们该拿的奖金。我才刚来没多久，这么多不合适。干多少活拿多少钱，以后每1仓清点完毕都有相应的奖金。陈总，车已经加满油，随时能出发。以前你跟着别人搬货叫人家老板，现在也有人叫你陈总了。陈总，以前在周鹏店里打杂，他们都叫我搬货仔。现在我陈爷也是老板了，走吧，去临市收货。杜总，是我，韩东海。韩东海，征集会的事我听说了，你栽了个大跟头。陈野接了秦正荣的12仓，今天准备去临市收一家老字号钟表珠宝行的整仓货，1000多件，里面有不少硬货。一家刚开门的小公司，也值得你专门打电话。他在江城靠眼力和人情抢了我的项目，现在把手伸到临市来了。临市的清仓、物流、仓储，不一直是万丰说了算吗？你是想让我出气？我只是提醒您，这只手今天伸到临市，明天就不知道伸到哪儿了。陈爷，江城的人信你，出了江城，可没人认你这块招牌。登记库存1300多件，寄修未取400多件，这2类东西混在一起，没有分开。寄修物不属于商行财产，必须逐件剔除。这些放了10几年，原客户早找不到了。我们签的是整操打包处理，不分什么自有库存、寄修库存。今天打包价800万。百达瑰丽环表估值45万，老坑翡翠手镯估值60万，真货不少，但寄修的东西混在里面，不能一起收。800万可以谈，但寄修物和来源不明的货必须先剔出来，我不收。那就不是整仓价了。杜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听说有人第1次跨城收货，我来看看。你就是陈野。既然知道，杜总还专程来结货。生意没有结不结，只有谁先签合同。我昨天晚上已经和商行签了意向协议，这仓货万丰接了。小兄弟，你那双眼睛在江城能耍得开，在这里不够看。这块表刻着原主的名字，
你买断的是清仓渠道，不代表这些寄修物也归你。陈老板，不服气可以慢慢查，不过明天一早万丰的车就来拉货。你有多少时间？他合同在前，我们时间不多。那就先查清楚，这仓库里到底有多少东西不属于商行。他想快，咱们就比他更。这家商行去年申请清算，清仓代理只拿到店内自有库存的处置权，但仓库里不全是自有库存，寄修未取的加起来将近500件。不止这些，你们看这批，备注写着东家私藏，禁止随店处置，86件，全是周家老掌柜的私人藏品。姓杜的这是吃撑了，他花大价钱盘下来的，根本就是个雷区。寄修物、私藏品、顾客寄存3大块不属于商行，加起来超过500件。你是说，他这合同是空的？不是空的，是漏的。他抢在前面签字，就是赌咱们来不及在一夜之中把全数理清。只要他的车先把货运走，后面打官司也晚了。可只剩1页，500多件，每一件都要找到原始记录。那就用这一页，把他合同里最大的破绽撕开。昨天说好的2辆货车，今天来签合同，怎么突然说不行了？实话说吧，万丰在林氏干了10几年，物流、清仓、仓储全是他们家的渠道。谁接你们这趟活，后面的清仓生意就别想做了。小野，运输被卡住了，本地没有一家运输公司敢接咱们的活。他难缠，是因为所有人都怕他。可他的网是用本地2个字织的，咱们不是本地人，他卡不住。什么意思？他管得了本地车，管不了外地车。车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这只不能卖，表上连标签都没了，你怎么知道是寄修的？刻着人名和送修日期。林晓，查登记册。找到了，15年前送修，当年登记价值30多万。这么贵的东西混在普通货堆里。2号架第3层，靠墙那排座钟后面，还有那几只标着杂项的木箱，里面有寄修和私藏。三叔，咱们分头过。清点完毕，寄修片412件，周家私藏86件，真正属于商行的自有库存934件，无法确认原主的寄修物已单独封存。所有清单一式3份。一页，真分出来了。分得再清楚，原合同也已经签了，违约的代价你清楚。代理没有权利处置寄修物，也没有资格卖我父亲的私藏。我现在正式撤回清仓授权。周先生，违约金！合同标的与实际货权严重不符，寄修物和私藏品占比超过30%。你在签订合戳时隐瞒了这一事实。商行自有库存的后续处理权，我交给陈老板。哼，东西是你的了，但在我的地界，没有我放话，没人敢给你的货动一根轱辘。陈总，我连夜从江城叫来的车3辆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开始装货。杜总，你能让本地车不接我的活，可管不了外地的车。拿下一仓货，就以为撕开我的渠道了。年轻人，别高兴太早。我没想撕开你整张网，你也不必如此破防。陈老板，这批货全是真东西，货主在圈里做了10几年，从不碰假。你整体接下，至少赚几百万。委托人叫赵海峰，资料显示这批货在他家收藏了20多年。东西确实老，包浆也自然。小野，看着没问题。这只玉佩什么时候修过？老东西嘛，有点磕碰很正常。谁家传了几代的东西没点小伤？资料写着20年没离开赵家，
可这修补材料老化痕迹最多3年。委托人身份证明是真的，但没有任何早期购买记录。原本10%佣金，我加到20%。这批货成交，你至少拿200万，签个字，车、仓库、员工半年的开销全有。200万，签个字，账上就多200万。以前在周鹏店里打杂，一年攒不下8万，现在200万摆在这儿，就等我点杆头。东西是真的，这一点你没骗我。可谁有全卖，我查不清。原编号为什么磨掉？这些东西是怎么从原主手里流出来的？200万都不赚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这行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老子挣的是干净钱，假的我不要，手脚不干净的真货我碰都不碰。这批货全部登记在案，来源存疑，不予接收。后续同一委托人送来的货直接退回。陆总，陈也没上钩，他看出编号有问题，资料也被他查出来了。换包装，换编号，换委托人，他不接你的，不代表不接别人的。他说了，以后同一委托人的货不接。那就把资料做进12仓系统里，他管得了自己的售货区，还能管得了荣辉的数据库。换个身份，换套资料，他还能认得出来？昨晚系统一次性补录了26件藏品，资料全齐，来源证明、年代鉴定、传承记录一份不缺。补录流程走完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提醒？资料太齐了。26件，全部用同一种模板，连照片背景都是同一个灰布底。审核人是原仓储团队的账号，这套账号按理在新项目启动时就已经全部停用。东西在哪儿？刚送进3号仓，入库不到1小时。包装换了，委托人也换了，可玉佩底部那道修补线跟昨天被锯的那批一模一样。立刻带我去看实物。陈野，陈野这会儿在鉴定区，怎么可能一个人推着货往旧通道走？你刚才喊我？刚才有人穿着跟你一模一样的工作服，推着这批新货进了旧仓管通道。换身份的货刚入库，就有人急着把他们往旧通道推。这个仓库里不止我一个人在盯这批货。委托资料完整，初检报告也是真品。这批货从手续上看没有任何问题。原编号已磨除，痕迹残留，与上一批被拒货物同源，来源文件系伪造。不是新货，包装换过了，委托人也换过了，但东西没换。昨天这批货送进我的收货区，这只玉佩上这道裂纹朝左。今天换了包装，进了3号仓，裂纹还是朝左，一模一样。这件金器也是昨天那批，底部的磨痕和昨天一件分毫不差。他们不止换了资料，还能把东西直接塞进12仓的正式入库流程。有人拿到了原南储团队的旧系统权限，用停用的账号绕过审核，给这批货重新建立合法身份。一旦正式入库，这批货的档案上就会写着荣辉收藏中心入库藏品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从荣辉出去的干净货，没人会再追问来路。那个穿你工作服的人会不会就是来处理这批货的？他把货推进旧通道，是想藏起来还是转出去？先封货，谁都不许动，然后查系统。我要知道是谁开的账号，谁在什么时候放的这批货。这些账号属于原仓储团队，项目交接后，前代登录权限全部停了，但后台还有几个旧数据接口没有清理。昨晚补录那26件货，用的就是原仓管主管赵凯的账号。不可能，赵凯的账号在新系统上线当天就被冻结了。冻结的是新系统，旧仓储系统里，他的管理员权限还在，没有被收回。上一批货被我当面拒收，他们当天就把东西换包装、换委托人，再用赵凯的旧账号绕过审核，直接补录进12仓。从现在起，旧仓储系统所有接口全部关闭，旧权限全部锁死，
任何补录数据必须走新系统审核流程。旧账号能补录数据，门禁权限是不是也能？我一起查。东西是真的，手续表面也齐全。如果你只看真假，这批货是不是已经进仓了？是，但一旦从12仓出去，前面的来路断档就被咱们的招牌盖住了。后面不管是拍卖行还是私人买家，都只看荣辉的入库记录，不会再追问来源。你拦下的不是26件货，是有人想拿荣辉的信用替自己洗货。一旦这批货从收藏中心正式出库，后面的买家只会认入库编号，原编号为什么磨掉，上一任货主是谁，永远不会再有人知道。这批货全部退回，赵凯交给法务彻查。从今天起，所有旧团队账号的残留权限一律清零。这次你守住了流程，但旧系统的漏洞不止这一个。规矩你来补，东西我继续盯，1里1外各管一头。对方连正规流程都敢动，说明他们的利益比一座仓库大得多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那就看他下一步，兵来将挡。杜总，旧权限被秦可惜全部锁了，那批货也被陈野封存了，贴了暂停流通的标签，谁都动不了。陈野这小子，一般的歪货糊弄不住他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秦家准备把这条项链送进12仓，作为高价值藏品保管流程的测试品。这东西估值上千万，不需要卖。陈野不是最喜欢讲责任吗？不是最怕别人往他手上塞不干净的东西吗？帽子、口罩、备用工作服，再加一份复制权限。监控里只要出现一个陈野，穿他的衣服，用他的账号，按他的身高体型就够了。哼，他不是喜欢负责吗？那就让他负个够。主食是祖母绿，12.8克拉，净度极高，搭配老矿切割钻石，工艺是顶级镶嵌，市场估值1200万以上。天然卷母玉钻石项链，价值1200万。东西没问题，主石和镶嵌都是原配，没有任何修补痕迹。陈野，这次不是看出真假就算完成，我要看的是，东西交给你以后，还能不能原样回来。我亲自送进保险区，进去什么样，出来还什么样。原始编号17，拍照存档完成，照片一式3份，封条2张，我签1张，陈也签1张。开封时2张封条必须全部对上。陈总，进保险区必须换专用工作服，外套上有编号，门禁系统会同步识别。原始照片和视频我同步备份到天宝服务器，云端和本地双备份。12仓也留一份。3方对账，谁也别想单方面篡改。第陈野权限核证通过。门警、监控、封条重量4道记录全部在案，任何一道被动过都会被处罚。把漏洞全堵死，我看哪个王八蛋还能使坏。陈野验证通过。保险柜昨晚开启过一次，凌晨2点17分，登记人是陈野。我昨晚没来过，先开箱。看起来没变。人造玻璃仿制品，合金比价，镀银处理，价值10元。假的，里面是玻璃，主石得射率不对，是玻璃，整条项链全是高仿。昨天的真项链被人换走了。系统记录显示，凌晨2点17分用陈野的门禁卡开门的人，就是陈野本人。门警系统只认工卡和密码，不认脸。监控里这个人的身高体型和陈野接近，所有证据都指向陈野。东西丢了，
第一个问责的就是他。监守自盗，我不会干这么蠢的事情。偷东西的贼，另有其人。把监控再放一遍。停。我进仓库刷门禁，从来都用右手，左手刷不开，习惯改不了。这个人不是我。从现在起，暂停陈野在12仓的全有权限，24小时内找不回真项链，项目重新评估。秦董，小野绝不会干这种事。假项链能做到这么逼真，说明对方早就拿到了原始尺寸和高清照片，这不是临时起意。我只看结果。秦总放心，真项链我一定找回来。原封条尾号是68，笔记仿的极像，但数字描边有重影。原盒是陈年樟木，有老木头的药味。这只盒子只有胶水味，木头是新做的。假项链接口位置和真品一致，但这两个焊垫，真品有100年氧化层，假货的焊垫是新的。封条假，盒子假，项链假。他们不是打开原盒换走项链，是把整只盒子都换了。布置包装盒内衬纤维来源老钟表盒内衬，与12仓库存材料同源。假盒的内衬用的是12仓里现成的旧材料。做这个盒子的人一定进过仓库。系统里有2个陈野的账号，一个是新项目的正式权限，另一个是旧仓储系统里被复制的镜像账号，只有原仓管主管赵凯有权创建。昨晚备用工作服登记缺失1套，编号17。陈总昨天穿的是07号。07的0是圆弧形，这个竖线只能是1，17号。账号是赵凯建的，假扮陈野的人穿的是17号，刷卡用的是镜像账号。那天我拍下的车轮印宽度和昨晚保险区通道的车轮印宽度完全一致。同一个人，同一辆车。真项链带出去风险太高，他们在外面做好假项链和假盒子，但真项链可能根本没离开12仓。祖母绿价值1200万元。第7排第4层，那几座老座钟后面。找到了。所有细节对得上，是真项链。还剩11小时。问题火路操作日战全部指向赵凯的旧账号。17号备用工作服也是赵凯签字领走的，镜像账号创建时间和他登录旧系统的 IP 一致。你们不把项链带出仓库，是因为怕外部运输留记录，藏进第7仓，等我被停权，再把真项链光明正大找回来。杜总说，只要陈野背上这个黑锅，万丰就能重新接手12仓。事成之后给我们每人50万。我欠了赌债。杜万山通过中间账户给赵凯转了3笔款，时间、金额和旧账号操作全部对应。我要是查不出来，跟我的弟兄们、信我的乡亲们，全都得跟着喝西北风。你欠了赌债，就拿别人的饭碗来填。万丰与荣辉所有合作从今天起全部终止。赵凯移交法务。你证明了3件事：能看货，能立规矩，也能在1000万级别的损失压下来时扛住责任。从今天起，12仓不再只是交给你试做，你拥有收藏中心的长期运营权、项目收益分成以及15%的股份。15%？不是打工，是合伙人。几个月前我还在周鹏店里搬货，1个月3000块。现在我手里有了一家店，一座收藏中心，还有了自己的股份。陈总，
今日入库36件，全部按新流程双人签字，来源核认。照规矩走。从今天起，咱们这块招牌担保的不是真假，真假是最低门槛，咱们担保的是每一件货的来路。这只和田玉壶明天下午就要交付客户，客户付了60万定金，是秦董的老朋友。壶身是老工老料，但壶嘴接口处疑似有过修复。壶身，清代和田白玉珍品；壶嘴，柴自另一件清代残器。壶身与壶嘴并非原配。壶嘴和壶身根本不是一件东西，两个不同来源的产品被人拼成一只整壶。这只玉壶当初按完整清代和田玉壶估价80万，如实披露壶嘴为后接，市场价顶多20万。当完整器卖出去，客户花80万买一只值20万的拼装货，停掉，60万定金原数退回，跟客户说实话，这东西不卖。这只铜炉的款是后刻的，这件翡翠摆件的底座是换过的，东西料子不假，但来历全是现编的。这3件货来自4个城市，9个不同腿托人，但他们用的修复胶是同一个化学分，补色用的是同一种矿物颜料，连配比都一样。一个师傅修的，手艺是好手艺，但每一件都瞒着实情往外卖。杜万山负责找货、运输、销售，真正把这些残件变成完整藏品的，是背后这个修复师。前后5年，19件问题货的修复证明，签发人都是同一个人，顾明山，国内最顶尖的古董修复师之一。如果杜晚山手里所有的问题货都经过他的手，那顾明山就不只是一个修复商了，他是整个拼中修甲链条里最核心的一环。陈老板刚到收藏中心股份，就来查我的旧账。这只玉壶，壶身与壶嘴取自2件不同残器，您的修复证明上写的却是完整传承，原配保存完好。一只残壶缺了壶嘴，放在仓库里只值几万，我给它配上壶嘴，恢复成完整器，重新有人珍藏它，这叫救活旧物。你可以补，没有人说不让补，但你必须告诉买家补过什么。拿2个不同地方的碎渣子粘到一块，非说是祖传的大宝贝，这叫坑人。我只负责让东西恢复价值，中间人怎么卖，那是他们的事。陈老板，你是来讲道理的，还是来封我的门的？如果是前者，我送你一句话：与其在背后猜我修过什么，不如我把全行业都盯着的项目放到你面前，你敢不敢接？江城沈氏家族3代收藏，祖传寿礼中的3件核心重器，单这3件保守估价3000万，单件均为真品，部分存在修复痕迹，原始编号被后期覆盖。当然，核心远不止这3件，沈家寿礼是一整套，36件。陈老板既然要讲规矩，那就去看看全套。沈家寿礼36件，全套完整，整套估值过亿，3天后公开成交。沈家是江城老家族，旧藏在圈里很有名。这批寿礼如果真没问题，会是今年最大的一笔成交。族谱、历代照片、继承人授权书全部齐备。3天后签约，你代表收藏中心在这份议员鉴定上签字。36件，1件1份。你敢签，说明你认可我的修复；你不签，那就说清楚我的修复到底哪里有问题。部分藏品原始编号与沈家传承记录不符。笔先放下。36件，每一件我都要从头查。送卖人沈之远自称沈家长房代表，授权书上有3名继承人签名，沈家共有5名继承人，另外2名二房的2个女儿没有签字。这尊松鹤8年前在林氏拍卖过，当时登记的委托人不姓沈，拍卖记录写的是来源私人收藏，委托人匿名。可沈家的家族资料里写着，这尊松鹤从清末就留在沈家，
从未转手。两条记录是矛盾的。东西是真的，沈家的故事却未必是真的。有人把真东西装进了一个编出来的家族故事里。沈志远确实拿到了3个人的授权，但沈家一共5个继承人，授权书上写的范围是处置长房名下藏品，可这36件里7件登记为家族共有财产。这柄如意20年前在沈家老宅的照片里出现过，但翡翠松鹤是8年前才从外地拍卖会上买回的。2件东西进沈家的时间差了10几年。沈家确实有旧藏，但顾明山把后来从不同渠道收来的真东西也塞了进去，用同一个家族故事包装成一套祖传授礼。7件共有财产里，继承人沈兰芝还住在江城。沈志远的材料里写着全体继承人同意。全体同不同意，得去问他本人。这套物件并非祖传，是我母亲的陪嫁，我从来没答应过要卖。沈志远的材料里写着全体继承人同意，您的名字也在上面。他找过我，我没签，我二姐也没签。他说少2个人不影响大局。您放心，家里人没扯明白，这桩买卖在我们这儿就办不了。沈姨没签字，这东西就不能卖。可3天后的签约已经公开通知了，买家从外地飞过来，定金都交了。你叫停，收藏中心要承担违约压力。那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做我们的一元项目。36件全部通过鉴定，收藏中心只差陈总这一个签字。我是沈家长房代表，授权齐全。我们3家定金都交了，东西大多是真的，但这套祖传授礼有7件属于沈家共有财产，沈兰氏没签，还一个嫁出去的女人，轮不到她揽整个家族的生意。你的文件里没有沈兰斯的签字，也没有二房2个女儿的签字。家族内部意见不统一，可以成交后再慢慢协商。成交之后生米煮成熟饭，沈兰芝再来要东西，你让他去跟买家打官司。收藏中心刚成立，正需要这笔1元项目立招牌。你现在叫停，丢的不是一单生意，是全行业对你的信任。东西都是真的，还查什么家务事？做生意这么缩手缩脚，以后谁敢找你签大单？360万，能发多少个月工资？能把我妈接进城里住大房子。这字我不签。你说什么？东西是真的，不代表送卖的人有权卖，传承是拼出来的，授权是残缺的。这笔交易，收藏中心暂停。陈爷，你为了立自己的规矩，连正常交易都敢砸，你让沈家损失上亿，你赔得起吗？该承担的损失，我会跟秦董商量怎么赔，但不能为了怕赔钱，就替没资格卖的人签这个字。想清楚了，这一停，收藏中心失去的不止一个客户。今天替沈志远瞒过去，明天就有更多人来钻空子。各位都看见了，陈野不信专家，不信修复工艺，连家族传承都可以质疑，他靠一双眼睛挑刺，就把1元项目毁掉。他反对的不是修复，是你把3个不同来源的残镜拼成一柄如意，再包装成沈家祖传完整器。那就用实物说话。3天后，我召开公开鉴赏会，让全行业的人来看，到底是我顾明山在救旧物，还是你陈野靠一双眼睛砸所有人的饭碗。3名买家全部要求退还定金。今天上午，4家合作方暂停送货，连真货都不让卖，以后谁还敢找他合作？靠底线人设出名，现在开始砸同行饭碗了。陈总，下一批藏品先不送了。这些人昨天还喊你陈大师。陈总，这个月的流水可能转不开，房租、工资、仓储费都在月初要付。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先把能卖的小件处理掉，保住工资和房租。
等老子把水落石出的证据甩他们脸上，这些跑路的跪着求我都来不及。不跟群里吵，找实物证据。顾明山说他修的是完整传承，那就查每一件的原始来源。翻天宝的历年拍卖档案，翡翠松鹤那张老照片已经有了，进数字档案系统，把36件的早期照片和现有图片做编号比对。我去跑外线，找以前卖过残件的老师傅，重点查顾明山最得意的那柄核心如意。20年了，顾明山那时候还不出名，到处找老残件练手艺。他从我这儿收档过几件断的裂的。你看这节如意柄的纹路，如意头断了，断口是旧的，跟公开鉴赏会上那柄一模一样。本来就不是一整件，顾明山收走的时候，如意头已经断了。你们要查，就查这个编号。那节如意柄底下，原来刻着一串数字。他不是把一旧物修完整，是把几件不相干的残件拼成了一段根本不存在的传承。许博的收据是20年前的，可顾明山的来源证明里，这柄如意从清末起即为沈家，传承有序，时间线对不上，不止。如意头15年前在南城拍卖过，一节残柄在许博家，一个如意头在南城拍卖会。20年前他们还隔着几百公里。许博的残柄，南城的如意头，两节纹饰在结合处并不连续，中间多了一段后配的连接件。每一件单拆开都是真东西，可他们从来没在同一个家里传过。多件藏品来源各异，均为拼凑修复，并非原配一套。至少12件存在独立来源，不属于沈家。顾明山从不同渠道收残件和散件，统一修补，再放进沈家这个框里。他不只是修东西，是修一段根本不存在的历史。残件是真的，手艺是真的，但沈家祖传36件完整寿礼这个故事，是他凭空捏造出来的。如意底部被顾明山加装封板，盖住了编号19。只有让他当众拆开比对照片，才算铁证。那就逼他当众打开。这柄如意主体毫无疑问是真品，修复工艺也符合行业标准，顾老师的拼接手法是顶级的。陈老板，听见了吗？2位专家都说没问题。我反对的不是修复，3部分来自不同时间、不同货主，你可以把它们修在一起，但不能说他们从清末起就在沈家完整传承。100年旧物辗转修补很正常。我用的是传统工艺，没有用任何假料。手艺值多少钱可以商量，但不能靠讲瞎话来骗钱。翡翠松鹤底座8年前南城拍卖，宝石头面侧拆原属赵家陪嫁，12件全部有独立来源。沈家自己的账目里根本找不到这12件东西的收购记录。证据就在如意底下。许博的照片里残柄底部有编号19，现在编号不见了，被你加了一层封板。封板是为了加固残器，强行拆除会损伤器物本体。保护性封板不能随便拆。为了证明自己，毁掉一件几百万的东西，你若坚持要拆，我不拦，但损伤由你承担。如果拆空双板底下什么都没有，你当众道歉。这一下真可能伤到东西，万一编号被磨了呢？请用探针和测厚仪测一下封板和如意主体的结合方式。如果它和本体是一体，我现在就道歉；如果是后贴的独立一层，就当众揭开。结合度读数有间隙，是后期单独加装的一层保护板。现在可以拆了。编号完整了，19。20年前，许博照片里残件底部编号就是19，笔迹、深度、排列间距全部匹配。这只能证明残柄来自许博，不能否定整件如意是沈家旧藏。
也许沈家当年就是从许博手里买的。顾老师给这柄如意写的来源说明是沈家祖传完整寿礼，他没写残柄购自许博，也没写如意头拍自南城拍卖会啊。从未离开沈家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一张旧照片，推翻不了36件寿礼。那就继续看。翡翠松鹤底座8年前南城拍卖，宝人头面侧拆原属赵家陪嫁，青花瓷瓶同步修复幅度超过40%，7件藏品曾以独立身份在公开市场上交易过。单件是真的，拼成一套也是真的，可以卖，但必须明说。散件重组叫配套，配套可以交易，前提是如实告知。顾老师把这些来源全部藏起来，统一贴上沈家祖传完整寿礼的标签。你们说了半天如意的事儿，那我这张收据能不能说明白？20年前，顾明山从我这儿收走一节如意残柄、1只残酒杯和半块翡翠底座，收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都是残件，不是完整器。签名和印章都是真的，年份、纸质、墨迹没有伪造痕迹。你当年收的时候就知道是残件，收据上写着不做完整物出售，现在拿出来就说成是沈家祖传完整寿礼。修复完成后，它们已经成为新的整体，新的整体可以叫修复品，不能叫祖传原装。顾老师，你一直说自己在救活旧物，可你真正想救的不是旧物，是这些东西被你抬高的价格。1元交易取消，3家定金今天退回。顾老师，这份背书我撤回。顾明山核心重器被证实是残件重组，沈家寿礼全线暂停交易。你们就因为一张收据否定我几10年的修复成果？没人否定你的手艺，你可以修可以补，但必须告诉买家它原来是什么。要是抹去编号，编一套祖传故事，把修复品当原装卖，你这手艺就成了骗人的帮凶。顾明山工作室的12家长期客户全部暂停合作，万丰那边的大龙清仓合同撤了6份。杜明山和顾明山2条线的资金往来已经对上了，万丰出钱收残件，顾明山负责修复和编来源。盛华过去3年送拍的7件高价值藏品，用的也是顾明山出具的来源证明。韩东海折腾了这么久，最后还是把自己搭进去了。他们输的不是一次鉴定，是没人再信他们手里的证明了。从今天起，所有进入收藏中心的高价值藏品，必须核验3项，真假、来源全属，最终核由陈野团队负责。这回不是试做了，是正式规矩。来路证明、继承材料全带来了。别人出价再高，我也没卖，先让陈老板看明白。昨天暂停送货的4家全部恢复了，有2家还把之前卖给万丰的货追回来了。以前大家找你是想知道东西值多少钱，现在找你是因为相信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没有问题。以前我拼命想让别人相信我的眼力，现在才明白，比眼力更难得的是别人愿意相信我的名字。陈总，明天给你放1天假。公司出什么事了？我结婚。陈总，你不会把我1年工资都塞进去了吧？大红包拿着，饭价工资照发。回来以后，公司小金库还指望你盯着。陈总，林晓在家念叨最多的就是公司，想做的事儿，让他继续做，我不拦。这话实在，嫁人不耽误做事。小野，你同事都结婚了，你还让我等几年？妈，今天是林晓的婚礼，能不能换个时间聊？陈总，林晓常说，他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你给了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是他自己有能力，周鹏那个店谁待久了谁废，林晓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当年在周鹏店里，所有人都在拍马屁，只有你闷头做事。你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这行还有救的人。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公司的事儿回来再忙。收藏中心刚收到一份整体清仓申请，同庆老戏台正式解散了，仓库3天后交还，戏箱、戏服、脸谱、账簿全在里面。老戏班的东西里头可能真有好货。对方说是看了顾明山的事儿才决定找陈友的，
但有个条件，3天之内全部接走。戏盘停摆多年，仓库即将收回，现存800多件物件，杂杂难辨。有人想当废品整仓收购，我没有同意。寄存物品单独登记，能联系原主的逐一核实，无法确认的单独封存，绝不混同处理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，也就你愿意一件件查清来路。天宝负责后续鉴定，将分3组进场分批核查。秦小姐，这好像是您和陈总第一次在公开项目上联合签字。工作分工不同，他管鉴定，我管系统，该核的时候就核。我女儿眼光挑剔，难得认可旁人。陈野靠谱有担当，要是能给我当女婿，这大产业扔给你们俩年轻人，我也能放心回山下钓鱼去了。爸，感情是我自己的事儿，也是陈野自己的事儿。这件事不能由你替我们做主。可心，爸就是觉得小燕手不错。他是很好，所以我才更不能让你替他做决定。我看上过陈野，也追过他。那时候他单身，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对我没有别的想法。但从认识到现在，他从没拿我的好感换过秦家的资源。我约他单独吃饭，他会叫上团队。我送的东西，他当着大家的面谢绝。可心，让我说完。你一直把我当妹妹，当项目伙伴，是我以前觉得只要足够主动，早晚能等到一个结果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喜欢一个人不代表一定要得到他，他有他自己的选择。爸，你的事业我会认真学，可我的感情和陈野的感情都该由我们自己决定。是爸说急了，下次再乱认女婿，我就在董事会上认别人当干爹。苏经理，秦小姐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，你不用再跟我解释。我不是向合作方交代，这件事是我以前没说清楚，总觉得拒绝的太直接会伤人，拖着拖着就拖成了误会。这一点我作证，他该保持的距离一直保持了，不该收的东西一样没收，不该应的约一次没去，是我自己不死心。秦小姐，同庆戏团第一批旧物刚运到，但交接清单上少了一只工具箱，老账本上写的是陈姓客人寄存工具箱，箱号被水泡模糊了。那箱东西不能丢，当年寄存的人交代过，不管过多少年，谁来接戏班旧物，都得把箱子一起交出去。寄存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只记得姓陈，名字好像是陈国安。那是我爸。苏经理，刚才在签约厅，我有话没说完。现在想说了？以前我每次找你，总给自己找个理由，谈生意、看货、签合同。后来发现没货要卖的时候，我还是想见你。苏清雪，我嘴笨，不太会说好听的，但我是真看上你了。往后咱俩一块过呗。陈老板，这次总算把话说清楚了。那你的答案呢？可以，但工作上的账还是得分清楚，该走合同的走合同，该对账的对账。公事公办，私下我听你的。行了，上车吧，箱子还在车里等着。这东西是你爸亲手改的，这把钳子的弯头弧度是他自己画图让我找铁匠打的，别人做不出这个弧度。真是你父亲的？撕页的纸边已经氧化发黄，不是最近撕的，时间很久了。记录时间：陈国安去世前属月，缺失页记载物品编号，物品编号与陈家老宅相关。我爸去世前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寄存在老戏班？他明明可以直接放在家里。因为他不想让你和你妈看到。戏班人多眼杂，东西混在道具箱里，谁也注意不到。
他藏起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些东西不像戏班用的，这把钳子是专门夹粗锁链的，戏班用不上。对，同庆戏班自己只做皮影和行头，可这种耐水胶、粗锁扣、铁链固定件，戏班里从来不用。这几笔钱都是你爸从自己口袋里掏的，2个月就来买一次，买了至少3、4年。那时候他手头紧，还总跟我借钱说修老宅，原来是买这些。他总是晚上来，一个人取了东西就走，有时候身上湿透，像刚从水里爬上来。撕页时间10余年前，缺失内容为最后一批修补记录，记录的物品编号指向陈家老宅西厢房。撕得很早，不是最近的事儿。撕掉的不是普通账目，是最后一次修补的完整记录。前后记录正好断在你父亲去世前几个月。大哥临走前那阵子，总是把自己关在西厢房。后来我问嫂子，她说大哥在整理旧东西。现在想想，他是在抢时间。抢什么？抢在撑不住之前，把最后一批固定件做完。我记得账簿是1式2份，戏班散的时候东西丢了不少，不知道这份还在不在。柜底有夹层，内有纸张残留。这柜子底下藏过东西，只剩半张，被水泡过，字迹模糊。能看清一点儿。陈国安取走铁链固定件、井壁嵌槽。井壁后面还有个编号，被水泡花了。墨迹被涂死了，看不到。存放地：陈家老宅西厢房。搞了半天，这箱东西最后拉回咱老宅了。爸不是把东西藏在戏团，他是用戏团的工具做完了，最后送回了家。你爸去世后，这屋你妈一直锁着，谁都不让进。地面有拖拽痕迹，墙角木柜曾被移动。地上有拖拽痕迹，木柜被人挪动过。那箱子可能还在这屋里。得进去看。谁让你们进这个院子的？妈，那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妈，爸从戏班取走铁栏固定件，最后全送回这院子。西厢房地上还有拖拽痕迹，你一直知道对不对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别再查了。你爸已经不在了，查出来又有什么用？当年到底出啥事儿了？非得把这口井锁起来？爸在井底下到底碰了什么？我说了，不许碰那口井。嫂子，大哥生前说过，锁链一旦断了，陈家首当其冲。我从前只当是胡话，如今线索全都对上了，我不敢再装傻。当初他让你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？因为小野已经下过井了，他的火眼已经醒了，瞒不住了。妈，那箱东西去哪儿了？烧了。你撒谎！西青房地上还有拖拽痕迹。妈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儿，爸为什么被人骂了这么多年？自我记事起就听人说他不管家不务正业，把钱全扔进了那口破井里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他那几年是在替我顶着雷，他是在拿自己的命换我平平安安长大。阿姨，陈爷已经觉醒了火眼，也下过镇营井。您不说，他只能靠自己继续查。下一次再下去，没有父亲留下的图纸和记录，他会更危险。嫂子，再瞒下去，大哥当年做的一切就白费了。深看后面有一道暗格，就是他。可以看，里面的东西不能带走。这背面的槽口，跟我找铁匠特制的那批一模一样。大哥拿去改了，加了一道锁扣。这不是研究皮影的笔记，是维修记录。每次下井的时间、锁链磨损情况、固定件更换周期。他早就知道自己撑不住了，他不是意外死的，是在井底下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。妈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你爸一辈子被这双眼睛拴着，到死都脱不了身。我不想你也这样。
你爸年轻的时候不是你记得的那个样子。那时候县里做古玩生意的，谁拿不准都来请他。你出生前，家里不缺钱，他能一眼看出东西是哪个年代的，有没有动过手脚。大哥那会儿在圈里出了名，多少人排着队请他看货。那他为什么突然什么都不做了？因为你出生那天，镇营警第一次响了。你爸下井看货从来不慌不忙，可那天他半夜回家，浑身湿透，一句话不说。那张孙悟空皮影也在同一天褪了色，金甲全花了，可眼睛亮了一整夜。从那以后，他不接远活，不出远门，把挣的钱全替那口井里。亲戚都说他着了魔，骂他败家，他一句都没变过。那他怎么死的？最后一次下井，锁链断了一截，他把固定件装了回去，可身体被井里的寒气伤透了。爬上来的时候，10根手指全是血，撑了不到半个月就走了。我怨了他20多年，怨他不顾家，怨他不务正业，怨他让我妈一个人撑这个家。可真正不顾命守着这个家的，一直都是他。阿姨，您后来为什么连陈野去古玩店打工都反对？只要他不碰古玩，火眼就可能一辈子醒不过来。我已经失去你爸，不能再失去你。你爸不是败家，也不是疯了，他是在守那口井，守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连个替他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原来这些年我一直恨错了人，以后我替他守。你爸临走前跟我说过，这张皮影不是宝物。那它是什么？钥匙。这张皮影能打开井里的机关，也能暂时稳住锁链。你爸每次下井都带着它，但每用一次，皮影上的金纹就淡一层。我第一次下井已经用过它一次，所以它才退得这么快。那些经文是你爸几十年一点点养出来的。你爸留下的修补开始撑不住了。井里的东西在动，爸装的旧稳定片撑不了多久了。你父亲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工具、固定件、急流图全给你留好了。我爸这是把家伙事儿全给我备齐了啊！他不是把东西留给我，是怕哪天实在撑不住了，有人能接上。我陪你下去。三叔，你看不见井壁上的机关，下去了也帮不上忙。我留在井口看图报位置，你对讲机开着，我每一步跟你说。你爸最后一次下井前也站在这儿，跟我说他很快就回来。妈，我不会拿命逞强，爸留的工具、图纸、稳定片全在我身上。别拿命冒险。放心，我还得带你回家见我妈呢。答应了的事儿，说到做到。别学你爸，什么事儿都自己扛。妈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主线链持续失稳，裂纹正在扩大。小野，不能再等了。他替我扛了20多年，现在轮到我了。往西，第一处修补点离你不到3米，右手边石壁上应该有你爸留的凿痕。小野勿下，冲进去，就操他了一脚，被碎尸毒死了。小野，绳子动了，我拉你上来。别拉，绳子一动，锁链会全断。裂纹正在扩大，主固定点即将断裂，主锁链要断了。
不能硬塞，是锁扣，得先开锁。你爸图纸边上画了投影轮廓。我爸不是没修好，是把最后一步留给我了。你父亲守住了井。爸，我以前不懂你，眼前这一出修好了。三叔，拉我上去。你答应过会回来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井下怎么样？主孙链重新固定了，爸留的稳定片全部装好，锁销全部锁死，眼前这一关过去了。井底到底有什么？我没往下看，爸守的是这口井，不是井底那个答案。该知道的那天，我自然会知道。妈，爸没毁掉这个家。他是拿自己的命把我平平安安养大了。这些年委屈他了，也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往后我替他护着这个家。爸，我以前总觉得你不管我和我妈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不管，你是把能做的都做了。井下那行字我看见了。大哥，小野没给你丢人，他把主锁链修好了，比你当年装的还牢。往后井的事儿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守，你一个人扛够了。爸，你没做完的那一步我接上了，剩下的路我慢慢走，你放心。这个月征集量又涨了2成，苏经理那边送拍的货成交率也上来了。数字档案第1轮更新完了，旧系统漏洞全部补上了。线下还有2家老宅要清，三婶儿已经去打过招呼了。陈老板家里翻出来的，您给瞅瞅。老人留的我也不懂。木盒材质与镇营井石材残留矿物同源，内部物品气息与井壁金纹高度相致。不打开看看？今天不看，不着急，咱先回家吃饭。还是家里做的实在。上次那个高档餐厅，盘子比锅大，里头就3片肉。你就记住3片肉了。清雪，坐小野旁边，别客气，这就是自己家。这顿饭我等了好久了，你妈盼这一天盼了多少年，总算盼到了。三婶儿，你别又催。谁催了？我这是替你们高兴。这双眼睛不仅能看透那些古董值多少钱，更能看明白什么是兄弟，什么是祖宗留下的根。